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比特币目前是遇阻于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附近。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66000美金附近的一个压力位，压力位附近呢出现了调整，回踩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底部一个横盘震荡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这个位置上遇到了一定的支撑，但是今天继续反弹到了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在64000美金附近。那么上方依然有这个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的一个压力，因此呢，我们判断比特币是有一定概率继续回踩到61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前面行情当中看到的一个回补结构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啊，回补结构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那这个位置的回补的原因呢，是在66000美金和60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有一个下跌形成的筹码空缺区。那这个筹码空缺区呢，经历了一次反弹的回补，然后跌下来之后，并且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然后进行了二次回补。二次回补之后，目前遇阻于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要进行的是第三次下跌。下跌之后再次回补，反复震荡，最终呢，我们看到在5月中旬将要完成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附近之后，才有机会出现变盘动作。同时呢，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周线级别比特币目前仍然处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这里啊，悟空阳线这根第4轮次的悟空阳线启动时间是24年3月，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都是干扰性 K 线。当然了，这个干扰性 K 线当中，在4月29日的这周跌破了，但是迅速收了回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跌破了收了回来，但是依然处在周线级别第4轮次悟空阳线实体的部分，因此呢，目前我们看369，目前已经调整了9周，都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上方是有8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的。同时，我们可以对照23年12月份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那么之前的调整是调整了8周调整了8周，那么目前已经调整了9周，目前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期油悟空阳线已经调整了9周，那么我认为调整已经接近尾声。接近尾声的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这个微观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也接近了这个近焦点的区域，所以呢，变盘很快将要发生。如果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不完全被跌破，也就是说，这个3月初的行情当中，这个悟空阳线开盘价是62000美金，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判断上方是有8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行情会完成第4轮次上涨西游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从今天的云图来看这个云图是 AI 困的24小时前100名的云图来看今天的主流币种。市值排名前100名的主流币种呢，互有涨跌。然后我们看一下市值排这个前500名的币种呢，是以下跌和调整为主。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行情当中出现了大部分的上涨，那么今天出现了大部分的下跌。那么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比特币的震荡影响了山寨币的行情。但是山寨币行情往往会出现在比特币震荡过程当中，因此呢，目前最重要的是板块轮动。那么前面行情当中，道指狗狗币引领了某某板块出现了一个巨幅的上涨，包括史币、包括 PP 都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Solana 板块和这个 DeFi 板块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机会。那么 Solana 板块呢，我们认为 SOL 是这个板块当中的龙头因此呢，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关注一下 SOL 的行情。同时呢，在 SOL 的这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之前的行情当中，对于 SOL 来说，20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向下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跌破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之后，在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附近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经历了2次确认之后，目前 SOL 重新
新浮到水面上来，并且呢，目前接近水面的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容易发生突破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来看，我们看到 SOL 前盘行情当中，同步比特币走出了3轮次的强势上涨，走出了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本周 SOL 出现的反弹行情，我们认为 SOL 在本周形成了一个悟空阳线。那周线级别上 SOL 走出悟空阳线之后，随着板块轮动，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走出一系列的上涨，最终呢完成它再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我们回到4小时级别上来看，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 SOL 在50日均线、10日均线目前已经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意味着，如果 SOL 能坚持在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上方，一个比较强势的信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将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也就是说146美金作为一个现货或者多单的一个止损位。那么伴随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可能会有一波多头行情。那么这是 SOL 板块，同时呢 ，DeFi 板块我认为也会有一定的。那么上周行情当中，DeFi 板块的一个重要的龙头币种，我们认为是 GoTo。那 GoTo 呢，为什么说它是龙头呢？原因是它是一个次新币。次新币呢，同时它在 Solana 板块当中也是比较有着比较重要地位的因为它是类似于Pancake 在 Solana 链上类似于 Pancake 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我认为它在这个 DeFi 板块当中有一定地位它是一个DeFi板块当中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龙头。我们可以看到 GoTo 这个结构是一个横盘整理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缠绕。那这里的缠绕呢，首先一个假的突破，然后回踩形成了一个 S 型的结构。那么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仍然看到 GoTo 出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价格在3.5美金的一个筹码密区。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 K 线西游战法，5月2日这一天 GoTo 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围绕这个悟空阳线，我们认为当前行情正在走日线级别8阶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 ，GoTo 在板块龙头的指引下未来可能继续上行，走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次新币种往往有着资金的优势这个超级主力或者是一些游资非常爱炒作这些次新币种，因此呢 ，GoTo 我认为在盘子比较小、资金热点并且是龙头的情况下，在短线上是有一定机会的。当然了，这里的止损位我们认为应该设置在3.3美金筹码密集区附近。然后呢，我们一直坚定对 BNB 是有一定预期的，原因是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线这条压力线长达1年时间。突破之后呢 ，BNB 是事实上领涨于比特币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 BNB 和 USDT 的交易对在上方也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箱体结构并且出现之后，出现了一个4次的等位置波峰，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虽然前面一段行情当中，随着比特币有一个箱体，出现了一个回踩箱体底边线的一个过程，但是4次波峰出现之后，它是有机会出现新高的。一旦出现新高，我们认为 BNB 将会迎来一波新的行情。那么这里的一波新的行情是长达3年震荡之后出现的一个新高，将会是一波重要的大的行情。那么这波行情可能会突破1000美金，甚至突破2000美金，出现平行于20年到21年上涨的一个平行结构的一个上涨趋势所以呢 BNB 是应该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平台币。那么热点币种这面呢，我们关注最近连续3天关注的是 TRB TRB 目前也是 AI 困排名第1的，排名在沸腾行列的一个币种。那么 TRB 呢盘子非常小，那这波行情我们看到非常容易受到超级主力的操纵。那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最大的调整幅度这里面有个插针，最大的调整幅度达到了惊人的93%巨大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回踩了周线级别169均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这波反弹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的一波上涨吸油，但是目前走在了日线级别压力位附近。这里的压力位呢是20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粘合过来的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如果出现回踩，下方的支撑位呢在87美金，这里面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回踩是一个机会。我们认为这波行情对于 TRB 来说，走完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如果能够做出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再一波上涨行情的话，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
周线级别这里面我们看到 TRB 走出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目前正在走八线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如果这波 TRB 走得稳健的话，容易出现翻倍行情。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